美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甚至是警告台湾，你一定要大幅增加你的国防预算，特别是你要建构你无人机的一个产业链。因为我们从俄乌战场上可以看出来说，无人机是未来战场的一个主力。台湾只有建构一个庞大而且可靠的无人机产业链，你才有办法在战争的时候面对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机海攻击，你才有办法争取时间，等待美国的一个介入。但妙的是，我们看到郑丽文他担任国民党党主席之后，他只在乎两件事情，他只在乎他能不能跟习近平见到面。第二个就是他能不能挡军购的预算，特别在军购预算里面，他坚持3800亿。我们看到卢秀燕，我们看到赵少康都说，你8000亿是合理的3800跟8000的关键点就在于你要不要把无人机的产业链变成你的特别预算。但是我们看到了国民党中央就非常清楚，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你必须要排除在特别预算之外，你必须要进入到年度预算。这个对我们去建构无人机产业链是一个非常大的汉格，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中央就坚持非要这样子不可，那这就有趣咯。如果你从这个郑丽文上台之后一连串的作为，去想想看，他的上台，他担任国民党党主席，那是一个意外吗？那如果不是一个意外，那是有一个刻意安排的结果吗？而这个刻意安排的结果，如果对中国来讲的话，他想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战略目标？而这个战略目标达成了吗？甚至更可以讲说，中美之间他们的整个军事斗争的第一枪是不是已经在台湾开打呢？那当然，面对这么复杂的一个中美台复杂又诡谲的情势，当然只有请台大名誉教授闵居正来帮我们来好好的讨论说，这中间的这个所谓的关键点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透哪些事情？闵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闵老师，我们知道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情报局的局长詹姆斯亚当斯，他昨天在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他说，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步调威胁者。他说，中国现在是在科技、军事、经济的全面输出，它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秩序，它已经变成了美国最大的敌对实体。这个时间非常有趣，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处理到委内瑞拉，已经开始，我看它已经控制了伊朗。当你控制了委内瑞拉、控制伊朗之后，你现在已经是明火执仗，清楚的点明中国就是我最大的敌人，而且是我最大的敌体。这个时刻，它有什么样关键性的意义吗？我觉得是这样哈，因为美国把中共指为最大的对手呢，大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嘛，对不对？你印象当中已经好几次了，而且从上一任的那个拜登时候已经这样说了，对，在上任那个川普的第一任呢，大概前1年多到2年呢，他还没有这样讲，但2年之后呢，他用了 Pompeo 之后，然后用了余茂春之后呢，这个思路就比较清楚。所以那时候已经开始这样表述，但是现在讲的话，当然就比过去再重一点点，然后再更对，而且他讲到敌对实体的话呢，就已经不是一般的话了。当然，过去美国跟苏联对抗的时候呢，他也讲过很重的话。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因为我读东西跟做研究，从那时候一路开始下来，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美国还从来没有说苏联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什么等等全面跟我对抗的，还没有讲成这样的，而且要颠覆世界秩序。对他现在讲中共就讲这样，当然他讲苏联也说颠覆世界秩序，那时候有意识形态对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美国当然把中共视为对手，但是没有到那么严重。到苏联瓦解之后呢，有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呢，美国把中共视为是可以合作的伙伴，然后共同。美国这样说吧，他没有很明确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但他偶尔会说一下，就是我希望就是让中国大陆经济发达之后呢，将来会民主化。对这叫古典民主化理论，将来我们以后再说。那现在回到你的话题，你说是不是现在对付完了委内瑞拉跟打了这个伊朗之后呢，我们就要这个主要来对付中共？应该这样说，他一直没有忘记中共是最大的威胁。然后他对付委内瑞拉也好，对付伊朗也好呢，是捡群边，就是我们上所说的。所以你说是不是完了就对付他？那当然也是，但也不是。那是的部分就是，那现在就剩下你了，就剩下你了，就剩下你了，专心对付你。对，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一直在看你。那这样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像美国或是苏联或像中共这种英法德这种大国家呢，
他们怎么制定国家大战略？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呢，你进到这个世界上来，你不是平白进来的，你也不是光溜溜进来的，你有周围一大堆国家，所以你在这个我们叫做世界丛林当中，你怎么安身立命？对，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有一套大战略。那这个大战略是怎么来的呢？简单说就是，你看看你这个国家啊，不管叫甲国、乙国、丙国，甲国、乙国、丙国都好，你对于当前国际秩序你是什么态度？这个秩序你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你是要维护它的，还是要破坏它的？啊，这第一个，是吧？好，那么这个决定完之后，你再看第二件事情，就是这套秩序谁制定的？然后环绕的这套秩序呢？有哪些国家跟国家，有哪些大国跟大国集团，小国就不用管它了啊。大国跟大国集团，那有的是个别国家，有的国家是结成团的，对不对？有同盟啊，有什么等等，什么英法澳普啊，英法俄普澳意啦，或者说英法德啦，然后这个什么俄普澳啊之类的，几个大国集团对抗，所以你要去辨认大国跟大国集团。那么这些大国里面，面对国际秩序呢，有的赞成，有些反对。那你就要决定，甲国、乙国、丙就要决定，那我到底是赞成这套秩序呢，还是不赞成这套秩序？我若赞成这套秩序哈，我跟这个美国走在一起；我不赞成这套秩序，我跟俄国走在一起，我跟苏联走在一起。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大战略呢，基本从这边开始。那这样子这个确定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判断敌人跟朋友敌友关系啊，美国是朋友，然后俄国是敌人。然后这个法国、欧盟是朋友，然后这个中共是敌人，然后是谁是朋友，然后古巴或者说北韩是敌人等等，每个国家都这样看。好，那现在问题就是朋友可能不止一个，敌人可能不止一个，那再来干什么？要排序，谁是最大的敌人，然后谁是第二敌人，什么这样一路排下来。好，排序排完之后才决定我要怎么做。对，我面对这个最大敌人，我是跟他慢慢混的，譬如说这个宋辽金元。我跟他签个谈冤之盟，混100年，或签个什么，我叫他妈妈叫这个阿姨，然后你叫我爸爸叫叔叔，然后我每年给你100万两银子，你给我什么东西我们谈冤之盟或什么这个签什么约之类的，那这样可以，那就是说你对你的国力有把握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但对国力没有把握的时候，你就积极想说我怎么活下来，我怎么削弱对手，我怎么把他干掉什么的呢？美国跟苏联当年这样搞了多长时间了？搞了40几年。今天换了美国跟中共搞了。美国这个国家呢，我们必须这样说，他们的外交上呢，原来不是很成熟的国家，它是个年轻的国家，对不对？到现在才200多年，其他在国内随便数都1-2千年的嘛。所以这个比较短，这历史比较短的国家呢，它记忆是比较短的。那它的这个所有的文化底蕴跟记忆从哪里来呢？从别的民族跟别的文化来，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些文化底蕴，它从欧洲来，它的战术、战争跟历史感呢，都从欧洲来。所以它为什么我说它不习惯于跟别的国家长期对抗？因为国家历史太短。英国跟法国一打就打100年，宋辽金元随便打100-200年。蒙古这么强大，哇，在西边灭掉了多少国家，打到里海，打到匈牙利了。南宋还给你撑个50年，这个，所以这些有基础、有这深厚基底的民族就不太一样，但美国不太相同。美国因为历史比较短，然后他当初就是逃避欧洲的动荡，逃避什么来到美国找到一个很大，来到美洲找到很大的地方建立一个美国非常高兴，就不想卷进去，所以第一次大战呢，他拼命想躲，到最后躲不了，卷进去了，打赢了。打赢之后，他回来又躲起来了，因为他不习惯当世界强国，他历史太短了。就他讲门罗主义，好了，然后等好希特勒起来了，他又想躲，最后又躲不过，然后就卷进又打赢了，打赢之后发现说，不行啊，好像我得当老大。他不习惯当老大，所以他坦白说，虽然读了英国历史，读了欧洲历史，但是呢还是浅一点点，所以不喜欢当老大。跟苏联对抗的时候，他很难受，很难受。因为他想说，美国个性有西部牛仔个性，拔枪把他打赢，对决，打赢就打赢了，打输了就把我拉去埋掉就算了，就跟你搞个这2个这边要拔枪不完，搞个40几年，他很难受。现在跟中共又到这个情况了，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他以后有了苏联经验啊，那我慢慢跟你玩，我们来建群编啊。那所以既然是这样，慢慢学会怎么耗了，慢慢学会耗了，但是呢，还不太精到，就是他那种毛躁个性不时会跑出来。你看，拜登我上次开玩笑讲，我说拜登上台就跟中国讲说，我跟川普不一样，川普年轻，他拔枪快，他跟你决斗，我不行，这样我找人围殴你，跟你慢慢耗，我跟你慢慢耗。哎，他的确是这样啊，他一下弄这个同盟，一下加强那个，一下制裁这个，要慢慢搞，慢慢搞，然后最后就把你削弱。哎，他学会了。川普呢，第一任不是，现在第二任回来之后呢，还是心比较急，但是想想不行，这个上次吃了亏了，所以这次我要学会慢慢耗。那怎么耗呢？我开始减你群编，所以跟你打贸易战啦，加关税啦，然后弄你这个科技啦，搞晶片啦，然后禁止这人才交流啊，然后我这个抓牢台湾啦什么等等，然后最后啊好，那我把那个这样的，我把委内瑞拉弄掉，你少了5%的石油。那我先把伊朗弄掉，把中东弄掉啊！你又少了些什么东西？好，现在来，我来对付你一下看看。现在慢慢开始想到了，所以他对付中共的战略呢，第一经济削弱嘛，因为你能跟我这样耗，是你经济很强。对，苏联当年的经济是靠周边卫星国家，那周边卫星国家一倒，苏联就倒了，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经济。第二呢，你中共的科技慢慢上来了，你前面不是讲说？中共高科技赶不上美国，但是成熟科技不错啊。对，好，成熟科技谁帮忙的呢？美国跟台湾。台湾帮忙的。台湾制造业上去帮他全部教会了，然后养套杀这台商被杀完了之后呢，哎，他起来了嘛。好了，所以他现在制造业很丰厚了，然后可以跟你慢慢玩了。那你说高科技赶不过你，我倾销全球吧，对不对？倾销全球赚了很多钱了，然后我现在。他在商业上面用乡村包围都市，就是那个老一套手法。好，这第二个，所以美国说，那我科技必须削弱你。第三呢，文宣对抗，坦白说，文宣对抗美国输中共。有空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好，这第三文宣对抗。第四军事部分呢，你慢慢赶上了啊，你造舰，造海军像下饺子一样，你船很多没关系，我船比较好。然后你作战经验不够，我作战经验很丰富，所以我后来碰过一个美国这个海军的，美国一个海军海军高官，他说你中共陆军很强是吧？因为他记得韩战，你中共陆军很强是吧？我在海上等你就行了，也就是他对自己的海战很有把握。那现在中共在积极造舰了，又造航空母舰，造什么？他开始担心了。好，那我也要造舰了。对，现在中共造舰速度是美国的200倍左右，200倍，200倍。然后美国现在重建它的造船业，上我们不是说了吗？他把南韩的一批的造船工人呢拉到美国来，然后这些南韩的汉工呢重新教美国怎么焊东西。第一天，美国汉工受伤，第一天。这我们现在讲很好笑，打到还会把自己搞伤，还把自己搞伤了。还没有打仗哦，就是焊船体的时候就受伤了，南韩也吓坏，像怎么美国人就搞成这个样子？那现在美国晓得，我得重新来。好，那现在这军事部分慢慢开始来了，所以他重新建军，所以跟南韩呢搞造船嘛，对，跟日本搞什么？搞飞机啊，搞最新战机，跟台湾搞什么？当时我说跟台湾一定搞无人机跟无人舰，对，一定是无人机跟无人舰，因为台湾这方面，台湾这边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因为台湾电脑太强了，对，晶片太强，晶片跟电脑太强了，所以一定是搞这个啊。现在猜中了。那再来是什么呢？就外交斗争嘛。外交上面，那你在这边搞鬼，那边搞鬼，那我也开始搞，所以我开始建同盟啦。同盟现在都建得差不多，那我开始强化啊，跟这强化，跟日本强化，跟南韩强化。从川普现在看起来，南韩有点不可靠，南韩当然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想办法逼南韩，你要跟我可靠，然后这些欧洲国家呢，你们好像很多地方没有跟我站在一起，你是不是要跟我这个开始站队，重新站整齐一点点？所以川普常常在那骂人家，当然欧洲被骂得很不舒服，欧洲常常觉得说，美国是小老弟，欧洲在那边称霸的时候，美国官你谁呀？美国是谁呀？现在说美国啊，那好吧，你老大，那你进来玩一玩吧，所以。欧洲跟美国之间，它的矛盾跟心结其实蛮严重的。
但是呢，因为双方有共同利益跟共同价值观呢，在小的时候必须走在一起，但时不时就闹矛盾。但是现在面对更大敌人的时候，大家想说哦，我们开始牵手了，我们得牵手了。所以跟欧洲关系呢就10分12，10分12，但最后那个目标呢还是明确的。好，那最后是什么呢？就谍报战场。也就我们前面讲了一大堆呢，最后呢，它会在一个什么地方会较劲呢？在间谍战场上面，所以我派间谍进去渗透你那边，你派间谍过来渗透我这地方，双方用各种办法。然后中共不是自己抓了很多高官嘛？我们自己讲啊，军工高官抓了吗？这大概差不多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看到个新闻，那现在这礼拜已经慢慢出来了。美国注意到，他最近大概差不多2、3年内吧，3年之内，11个高阶科学家莫名其妙死亡，所以觉得很奇怪。那这种事情在伊朗发生过，对，他的核武专家一个一个死，伊朗核武专家一个个死在不同的地方啊，都被以色列干掉了。现在美国有点警觉了，所以开始要注意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谍报战场是一个，你刚刚说开打没有？其实已经开打了。所以他们怀疑那11个科学家，是有可能被暗杀的。是，因为那11个科学家的，有的在 NASA， 对，有的在洛斯阿拉莫斯。是，洛斯阿拉莫斯很重要，是因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武器，原子弹、核子弹的这个最早的起点。对，等于说你是核武器跟你的太空2个最关键的科学家11个，没有错，被怀疑。还有生物科学家什么等等。因为现在生化战机或生化武器是将来可能会打的一场战场，一个战争，所以它也会是一个大的领域。那么今天大概就是我们看美国调查结果如何吧，我猜它不会很单纯。好，不过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我觉得中国那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信，比如说我们大国崛起，2025中国制造，所以甚至在军事上面，连美国都感受到2027他要犯台，因为他讲的我的 A2AD 之前我是怕你的航空母舰。可是我透过我的飞弹，我在这个远程射距的时候呢，我让你的这个所谓的航空母舰不可以进台海一步，不敢越雷池这一步以后，我就把台海包围，我就开始进攻。本来我对我的飞弹是有信心的，我对我的雷达是有信心的，我对我的反拒止是有信心的，我对我的这个进犯台我是有信心的。可是我觉得他现在被委内瑞拉，还有现在对这个伊朗，我就把他吓坏了。因为昨天的那个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詹姆斯，他有特别提到在这个战场上，原来美国有全世界最完整的频谱。在这个进攻的时候呢，他对中国你有哪些频谱，你有哪些数据，你有哪些参数，搞了半天美国都已经知道了。美国会让你的参数进入一个死循环，美国会让你的参数完全误判，我会让你看不见，我会让你打不到，甚至我让你丢出去的时候你的精准度误差，甚至还发生无人机队存不出去，要么就掉头，要么就全部掉下来。所以美国在这个过程，等于说中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是惊觉到说我跟你美国的那个武器军事能力是一个有不可跨越的代差，因为有不可跨越的代差，你会发现台湾最近内部那种以美论、那种反美的声音，特别是很多的这种亲中的这种力量的，好像那种军事作战不行，就有政治作战反而在台湾开始进行。那当然了，因为中共向来这样玩的。我们讲回国共内战哈，从1921年中共建党之后呢，然后开始北伐的时候，国共开始分家，然后北伐到一半了，中共分出去之后就南昌暴动，然后就开始剿共。那当然是后来5次剿共呢，前4次呢都打输掉了，第5次打赢了，打赢了中共逃出去。所以国共内战打到最后呢，中共在这个在延安落脚之后呢，把西北呢慢慢经营起来，然后有了立足点，然后又在这个日本占领区呢，或者说这个国共的犬牙交错地方呢，建立了很多的所谓叫根据地。对。那么利用这些之后，打内战，他在开始打内战前呢，毛泽东对于战场上能不能打赢呢，没有十足把握的。那时候有人问过他，说你估计这个我们在战场上打国民党打多久？他说可能15、20年。1946年呢，他打15到20年。如果打15年的话呢，就打到1961年。那如果打10年后，就打到1956年。就他打3年就打赢了，3年打赢了。换句话说，为什么3年打赢呢？毛泽东自己很得意讲说，我对付国民党有3大法宝：统战、建党、建党、统战、武斗。建党第一，我有一个坚强的党；统战，什么统战呢？我分化对方内部。这个题目讲得很大，我们有空再慢慢讲。国民党其实最后输呢，那看起来是战场上输掉了，不是，在没开打以前已经输掉了。
战场只是收拾这个局面罢了。也就是我们常讲说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对，中共自己也读兵法，我们也读孙子兵法，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嘛。败兵，我们常讲说胜兵呢先胜而后求战。对，我先打赢了我再去打，然后败兵呢是先战而后求胜，我先去打打看看会不会赢。那这种不行的。什么叫先胜而后求战呢？就是我把各地方都已经部署好了，然后对方内部也瓦解的差不多了，战场经营都经营好了，然后最后就等着把陷阱布好，就等你跳进来，我一次把你解决掉。就我要先妙算，对，先妙算多者胜，少算不胜，妙算多者胜，少算不胜，就这意思。所以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呢，我一打就打赢了。今天的局面跟你刚刚讲的非常像。现在中共盘算了半天，我打台湾。不是光打台湾，美国、日本一定杀手。那我打不过美日呢？可能打不过。你刚刚讲那个局面呢？你说无人机飞出去掉下来，飞弹可能打歪了，他不是怕这个，怕什么？飞出去是要打回来自己，他怕这个，对不对？你既然能够玩参数的话，那最后你一定会打回头，一定会打回头嘛。参数不会说只玩到掉还就算了嘛。所以最好不要动兵。我常常讲过，我说以前我在学校教书讲过一句名言真的叫名言。侵略者是最爱好和平的他如果能够兵不血刃就把你吃掉的话，他一定不要花的力气，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侵略者最爱好和平，但他并不表示说他不会去打仗，但他准备打仗。所以中共对美国的策略呢，我们刚刚讲说，美国说经济啦、这个科技啦、军事、文宣各方面去对付中共，中共其实就对付美国手法差不多。换句话说呢，在国际政治上面呢。当一个国家用这个办法对付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呢会模仿它，会模仿什么？你的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我一个个学过来。对，换句话说，模仿成功的战略，模仿互相双方相互模仿，所以看到最后的两个敌对国家策略非常像，但是中共有几个厉害的地方。第一，武汉肺炎，生化战，是不是有意的我们不知道，对，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把它造成有意。那个贝森特不是前几天在讲吗？中共犯了3大错，他数了第一大错是什么？就是武汉肺炎的时候呢，你全球强买这医疗物资，让我们没东西可以用，让我们受害受伤，对不对？这其实是那种战争手法。但是武汉肺炎这个病毒怎么扩散出去的，是不是有意的？这可能还要再研究。但是中国已经看见生化战是有可能的。这些年不是美国在自己内部不时发现一些民间的一些生化研究所吗？这也是中共在背后吗？对不对？好，这第一个。第二，芬太尼是不是生化战？是不是？是生化战。第二个，第三个，文宣，中共玩抖音啊，玩小红书啊，玩这些东西啊，然后去渗透大媒体，《纽约时报》什么的这些大报才经常帮中共讲话，我们都看到了。然后有一大堆网红呢也帮中共讲话，所以在文宣战上面，中共打的呢比美国高明。美国现在开始急起直追，但是呢还真的还不够厉害。然后对于渗透跟统战，美国对中共渗透跟统战呢还不够厉害，中共对美国渗透统战比较厉害。我们看到不要说华裔的，看到很多白人都帮中共在讲话，它有2个原因。第一个大家说钱不完全是，有一些什么左派思想，有些是共产党，美国共产党，那有些呢的确是为了钱。再一个什么呢？大家台湾人比较不太注意的，但是你如果在美国住的话，你就有感觉华人社群，华人社群很多是帮这个中国人在讲话，帮中国在玩。那这些我们讲的陆配在台湾有没有帮中国讲话？有，当然有。那我不是说所有陆配都这样，但是我说的确有陆配帮中国人在讲话。民众党抓了这几个不就是了吗？对不对？好，那这第二块。但我觉得最重要，中共现在对付美国呢，就是或者卷进台湾来说的话呢，最关键点就是台湾，因为这是双方现在争夺的一个焦点。我常讲，我说为什么台湾空前难受、空前安全呢？因为它是一个美中竞争的热点。美国从这边来争台湾，中共从这边来争台湾，你从右边拉，我从左边拉，平衡啊，就拉来台湾人中间空前难受，空前安全。空前难受，但空前安全，因为一定有人会用力保护你，所以你空前安全。但在这被拉扯过程中，你非常难受，
现在问题是你是不是理解这件事情本质？你知道这件事情本质后，你就不能难受了。台湾老百姓现在慢慢也学到了。上次裴洛西来的时候，不是中共打飞弹吗？我听说有人南部包船出去看飞弹落点，这就是，但是慢慢习惯，当成观光行程。对。所以中共现在，你现在对美国呢，变成说看来看去呢，大概台湾牌最好用，所以拿台湾当牌呢去打美国。这我将来再详细说。那么怎么去打台湾牌呢？简单说就是我把台湾的一切成就呢打成台独，抹黑成台独。你民主你是台独，你经济发展是台独，你搞军备建设你是台独，什么都是台独。这样我就有一个立足点骂你了。对。否则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呢，我都赶不上台湾，那我还混什么？我没东西可以混。好，那我现在也就是说打成台独，台独就是民族主义，就是违背我说的一个中国原则。对，违背一个中国原则，那就是违背我跟所有国家建交的基本原则。对，所以为什么一早就讲说啊，我要反台独？今天回头去看，我仔细看了一下，1949年我们分裂了，对不对？1950年代大概52年到53年，中国对台湾策略已经很清楚了。啊，我就这几个办法。啊，我那时候还是想说武装斗争啊，我先用打的。那不打到之外呢，我还外交封锁。外交怎么封锁呢？你不许这个，不许这，不许这个。我说，哎呦，1950年代初期已经把台湾可能出路全部封死了，我全部想完了，只是他力量不够。因为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在联合国，他不在联合国。但1971年他进了联合国之后，就是把50年代的策略真的让他一步步落实到今天。所以最后的这个落脚点呢，或者呢基石呢，就在反台独上面。好，那么既然反台独呢，你刚刚讲了，国际上的那一中啊，所以你们就不能帮台湾，所有帮台湾动作都是帮台独的。因为我后来就仔细看了一下是。它不是只跟美国的建交公报，跟英国的建交公报，跟日本的建交公报，它跟所有国家的建交公报里面都是有3原则。对，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人的唯一代表。那呢，台湾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其中一部分，不可分割。那我就用这个东西框架，我框架所有的国家。那如果这样讲，我就可以理解哦，为什么台独对其他国家有效？因为我只要讲台独，就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那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违背我们之前的这个所谓的建交的这个原则。没错。当然，他最后那句话呢，有点差别。讲的轻点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讲的重点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最重的一句话。但这个我们两者我们都看过，所以就看每个国家在跟中共建交的时候，他签的建交公报他的取舍。他如果国力比较强一点，他就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他国力弱一点，就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省。所以就回应了你刚刚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要打台独呢？因为打台独变成他对内对外对台湾对美国也好，他一个大战略。对内我为什么要讲台独呢？动员呢？打台独，大家精神就来了。所以前一阵子不是你也听过吗？中共这个老百姓网民就流行一句话说啊，我们现在也恨立国，早上恨美国，中午恨英国，下午恨日本，那晚上抽空恨台湾啊，我们也恨立国。那恨台湾恨什么？最后就恨台独。所以台湾全部是台独。那我们上次讲过，什么叫台独呢？在他看起来，凡是最后不接受中共统治都是台独。不管是今天台独还是明天台独 ，A 型台独还是 B 型台独，都是台独。所以打台独变成一个重要的大战略。那重点就是，他打台独对台湾来说呢，造成了分裂台湾内部的效果，不就今天这局面吗？所以我们这些蓝营的老朋友们跟白营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这样子，他误以为打台独是一个重要的题目。但我常讲，我说在台湾已经民主化了，台独。统一一样的意思，你有本事去投票嘛，投赢了就去干嘛，投输了就没什么好说，你下次再来，4年之后再来，或2年之后再来嘛，就这样子。那么也就是用这虚假的民族主义玩到这样子呢，你说它有没有效果呢？它的确有效果。现在我们不是担心说川普到大陆去之后去讲说啊，我反对台独吗？所以你说有没有效果？是有一点点效果的，我们不能不注意一件事情。那你开头问了说，是不是只能寄望台湾内部？应该这样说，他对台湾内部的寄望呢加深了，但其他的策略并没有减少，还是继续。还是继续。您一开始一直讲说，
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国际秩序，是。那大国在进行国际秩序，那你小国就是看我要接受哪一个国际秩序，我要开始接受谁，我要接受哪个边就投哪一边。对，我觉得现在在国民党内或者在台湾有非常有趣的变成，刚好就是变成一个是亲美，一个是亲中。你现在看到的曾立文上台了之后，你就看他就跟郑喜慧，或者是说他今天讲的很多的逻辑，或者说你今天内部的就很多以美论，搞了半天是，我现在叫的台湾，你刚刚讲透过台独，我就是分裂台湾。那你就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觉得郑立文这个角色有趣？就是当你在外部扩张的时候，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把力量放到台湾。当你把力量放到台湾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出来的时间刚刚好，开始以美论，开始反军购，开始做很多很多的一个动作。开始做很多的动作了以后，这个完全是符合中国的一个大战略。那如果是符合中国的一个大战略，我就会非常好奇说，那他这样的一个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他是一个意外呢，还是一个刻意的战略安排的结果？我觉得这样说，因为中共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渗透呢，从1921年就开始了，到现在是100多年了。那坦白说，国民党也应该汲取一下教训了。就当年我怎么输的，那现在如果我现在我要把它打赢嘛，你国民党要把它打赢嘛，你不要打赢就算了，你要打赢的话，你得学敌人的长处，敌人的优点。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里面，你特别就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你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